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这里是店长广播，欢迎来到心有灵犀杂货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杂货铺，我是你们的掌柜。ACI 第25季终于更完了，本季的正片请出门右转 ACI 中文字幕组。掌柜的解说呢，则是根据我有限的航空知识，讲讲正片以外的内容作为补充，也算是给这一季画个句号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本季的最后一集是一个特殊篇，连官方的片头都变了。因为这一集是 Surviving Disaster Special 浩劫幸存者特辑，字幕组呢则把它翻译为了绝境逢生特辑。因为这一集有很大的篇幅是在采访幸存的旅客，大规模的还原旅客求生的状态和心路历程，而且后续拍摄的调查分析部分聚焦在了为何本可以幸存更多人的一起事故最后却成了这个样子。作为第9季第4集的复刻集，如果讲不出什么新东西，那不如就干脆换个视角，于是就有了这第25季第11集。说实话，掌柜个人的观感是觉得这比纯复刻的乌柏林跟空难要强的，不知道你怎么认为呢？当然，掌柜有一个没证据的阴谋论，就是我总感觉这一集的选题受了去年1月2日日本羽田机长撞击事件的启发。这一集从视角上来说，确实补完了第9集中没怎么提到的机舱设计问题。让机舱更防火，确实是飞机制造商一直在做的。这点可以回文去年1月初日本羽田机场日航350撞海宝冲8的事件。那起事件也是一个国内航班，飞机落地那会儿升油量也不多，同样都是落地飞机碾过一架停在跑道头的飞机。相撞的飞机从相对大小上来看也都差不多，一个是冲8比350，一个是 Metroliner 比737。只不过事件的重要原因，一个是管制问题，一个呢是机组问题。但几乎是同样的事件，350的耐烧确实对拯救一飞机乘客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相比而言，1991年的737就一烧一个不吱声了，甚至连大翼上的逃生门都能卡住。掌柜在应急那会儿开过737的大翼逃生门，因为是内塞式的拆卸门，我们的标准做法就是把这个门拆下来，直接顺手往大翼一扔，绝对不要拿到机舱里。所以说我真觉得 ACI 制作组这一集做的虽然很用心，但多多少少是带了点阴阳在里面的。这起事件里有几个可以展开的点，首先是为什么只有737和塔台的录音，那架 Metroliner 的录音呢？答案是压根就没有。因为 ICAO 和各国的航空局在1991年那会儿还没有规定说小型的商用飞机必须要装舱音记录，尤其是这款 Metroliner， 这款飞机在设计之初其实是设计为载客22人的，但是因为 FAA 法规要求19座以上就必须要配乘务员了，所以他们就砍了3个座位改成了19人。你瞅它的设计理念就知道这不是个不差钱的公司。那在1991年那个一台 CVR 就要5000到2万美元的时代，反正又不是强制的，那它很难有动力去装这个玩意儿。其次就是这起事件给航空业留下了2笔遗产，一是刚刚说过的，机舱防火成了各飞机制造商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事件中的遇难旅客绝大部分都死于有毒气体和浓烟。二就是现在的飞行员会在听到飞机进跑道指令时就打开频闪灯。在此事故之前呢，各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其实也就是省钱的需求，让机组在得到起飞指令后再开频闪灯，也就是机组可以关着频闪灯在跑道上干等起飞指令。别看这前后也就相差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区别，但对五边正在进近目视跑道的飞行员而言，差别是巨大的。因为跑道边灯是稳定的光源，2个在跑道上闪烁的高强度灯光对判断飞机是否还在跑道上有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要聊一聊整起事件中一个被美美隐藏的责任方。掌柜经常强调，航空安全的保障依靠的是一个大的体系，而不是一个个的小设计。这意味着一个航空安全事件或事故也一定是这个大体系中的一连串小体系出了问题，即我们常说的 reason 模型。把一起事件简单的归因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是很容易的，但这样的结论未免太便宜了。我们要看到个体对错之外的东西，比如本可以给这个个体抄底的大环境有没有出问题。回到这起事件中，就有一个小东西，塔台的监视雷达。这个雷达本应在机场的地面能见度低，塔台管制员无法通过目视观察到飞机的时候作为主要的指挥参考，但这台雷达坏掉了。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寸吗？但如果你知道塔台的这台雷达坏了多久，你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因为这台的雷达从1988年开始就一直半死不活。FAA 在1988年就说要给洛杉矶机场换这台雷达，但到1991年都没有落实到位。在这件事发的前4天，洛杉矶机场还书面致信 FAA， 要求优先处理雷达事宜，但没有得到回应。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空难调查这么困难，尤其是载客的两机相撞，或者说尤其是载客飞机产生了结构损伤的时候。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对 accident 也就是航空事件的定义是指人或者机体出现了损伤或者飞机失踪。只要被定义为 accident 的机，除了特殊情况外，不得移动飞机残骸直到调查结束。那什么算特殊情况呢？为了救援或者为了防止2次伤害，这就是特殊情况。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两机相撞、大火或者飞机断裂这种级别的事件调查起来格外困难。因为旅客逃生会先破坏一遍现场，救援和消防会再破坏一遍现场。如果飞机还有燃油，那在调查组进入残骸之前，还要有专门的人员把飞机的燃油清空，防止复燃。那基本上等调查组可以着手调查的时候，第一现场已经被破坏的七七八八了，光复原现场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这就是相比客机事件，为什么货机事件调查起来就相对容易。各位问好，这一期 ACI 解读其实是录在了印度787空难发生之前，所以呢并没有关于印度787空难的事情。但是掌柜在剪这期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印度787空难的残骸在被运往调查中心的时候撞树了，非常非常的神奇。我现在脑海中我就忍不住有那个画面感，就是 NTSB 的调查员在调查中心看着垂尾上的树陷入了沉思。就是这么神奇。最后感谢 ACI 制作组和 ACI 中文字幕组对第26季的付出，希望有机会掌柜也能上一次 ACI， 当然是以航空分析师的身份啦。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下一季的空中浩劫吧，我们下期再见，拜。